风向龙配，我是谭家龙，我是陈凤馨，我来带风向，我来跟风向。年的云头转向。现在全世界的风向都围着这个台风眼，川普这个台风眼围绕，真的是疯了啊！好，不过我们今天呢，我想要把它区分成为3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来谈美国内部到底会乱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看起来川普的人事案来得又急又快，然后所有的人事案。我们估计大概在11月底之前，大概就可以定案了。按照他这个速度的话，其实重要的人事都已经定了。对啊，那大概只剩下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财政部长，然后还有金融的一些相关人，以及商务部长、贸易代表啊，还没有真正的确定。不过方向上面都已经非常的确定了。但是光是他在移民的问题上面，国防的问题上面，还有包括司法的问题上面，还有包括了什么政府效率的这个部分，它会在美国内部掀起大风暴。那么第二部分当然要来看的是中美贸易战也势必开打，而这个开打其实影响的是全世界，那么又会如何的影响全世界？最后我们来提一下，就是他在中东呢，其实跟以色列，全世界对川普来说，通通都是要赚美国钱的人，你们都是坏蛋。但是呢，只有以色列跟川普是好朋友当中的好朋友。以色列已经决定要在川普呢上任之前，就要先送给川普大礼。那么这会使得川普在中东政策上面又有些什么样子的重要的变化？我们今天邀请2位来宾，首先呢是杨永明。欢迎。好，杨老师，刚刚这个他进来的时候呢，香龙还在很酸的说：“帅哥就可以比我晚到嘛？”好 ，OK。帅哥美女都有特权，这样子吗？我都是第一个到的，所以我不是。都有 premium。好，来第二位呢，就大家非常喜欢熟悉的郭正亮，亮亮，大家平安。好，我们就先从川普的人事开始说起啊。当然，今天的最新消息是，众议院呢已经确定共和党过半了。好，虽然现在还有9席没有完全的确定究竟是谁当选，但是呢，共和党已经取得了218席过半的席次，它成为微弱的这个过半呢，这已经是确定了。所以，川普将会在美国历史上面非常少见的，又掌握了白宫，又掌握了国会的参众两院，同时还掌握了大法官。好，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位大总统，所以他的人事呢，也都意味着他要满满的川普。结果你现在看到呢，这里面他几个重要的人事名单都已经，不管是国务卿啦、国土安全部啦、国防部啦，然后还包括了情报单位啦，然后这个移民沙皇啦，等等等等，这里面都已经安排好了职位。这么满的名单啊，其实在当选后1个礼拜的时间，就能够提出这么多的名单，表示他原本就已经是确定的啊，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会所有的名单都确定。可是现在呢，这份名单我光提国防、军方还有司法，在美国内部呢就会掀起极大的风暴。现在呢，在美军高层已经传出来说，川普的新内阁是一场该死的噩梦。想想看，有很多的将领快要崩溃了。另外呢，是他所任命的司法部长涉及了一些司法上面的争议。结果呢，他既没有司法体系的经验，也没有检察体系的经验，他要去当司法部长，显然是要帮川普带着报复的刀，然后去砍向司法部门的非常多的人。那么除了国防司法之外呢，他任命马斯克，还有另外一位共和党的这个出身的这位企业家，非常年轻的企业家，这个拉马斯瓦米呢，要共同来主持政府效率部。那马斯克已经说，我要列出最愚蠢、最可笑的支出排行榜。这大刀又会对于美国的政府机构内部产生什么样子的重大冲击？好，当川普当选了，拜登很有风度的邀请川普，然后到白宫，然后还跟他强调说，这个乌克兰的援助很重要啊。但是川普显然嗤之以鼻。所以怎么看川普在美国内部要掀起的龙卷风？杨老师。我觉得现在他所提名确定的人事，正如凤馨所讲的，其实财经这块还蛮重要，到目前为止1个人事都还没有哈。
几个重大的职位，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谈判代表，还有白宫经济顾问。对，我们讲这4大。对，那其实这个其实是会影响到后面大家深圳所关注的这个关税大战。而且关税大战不是只有在中美咯，全球贸易关税大战。真的。我觉得其实欧洲国家现在所有的媒体都紧张的要死。那就是担心这个关税对欧洲现在已经不太好的经济会产生影响。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的人事有2组特色哈，一个是年轻、少历练、够忠诚。对。第二个呢，鹰派，反中，挺以色列。有一个特色，反战的特色哈，几乎找不到。大概就是在那个情报总监。嘎巴德，那个来自于夏威夷原来民主党的女性众议员，但是跳过来支持川普。那可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人谈到对于俄乌战争啊，或者是任何的战争的这个态度的问题。那反而是很鹰派反中的那个3大，就是国务卿、国安顾问跟国防部长。你有没有注意到这3个人哦？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发布的。我后来看了美国的一些这个报道跟推特上的一些说法，这3个人背后都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川普的另外一位大金主，一位女性的这个亿万富豪。就是那个赌场大亨的意思。他的先生就是叫做 Shelton Alderson，就是那个威尼斯人，金沙集团的老板。对，在2021年过去，对，那他们结婚30多年，所以他们2个都是犹太人。那这一位女性的 Marian Alderson 呢，其实还有以色列籍，她是那个希伯来大学毕业那希伯来大学毕业，所以他在16年，他不是像马斯克只有这一次捐了1.1亿美金给他上次2016年其实就对于川普影响很大。他16年、20年这一次捐了1亿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个3位大概有这样一个态势，就是这个挺以色列很明显，因为他们在过去这3位，这个 Rubio，就是另外那个国防部长那个 Hexas。沃兹是国安顾问，对。那这里面比较稍微没问题的，应该就是 Rubio 了。对。那大家还相对熟悉。对，大家还相对熟悉。那他很清楚，他就是反中，然后呢反古巴，挺以色列，然后当然最核心，所有的最核心，今天这个关键字就是2个字：川普。就一切都是以川普为主轴。那所以呢，大家看个。1年之后，也许最多1年半之后，还会是这些人吗？有一些人但一定会有问题，因为绝对罩不住。那你当然是去乱，然后是去改变人事，去这个做一些结构性建制的这种就是翻盘或者是调整。这个我讲是他最主要的这个用意。但是从这个机构里面他是罩不住的，因为举例而言，谁愿意做这个塞格赫斯？他底下的人，如果已经是一个4星上将或3星上将，很有历练的，有一点风骨的，有些人不愿意做他底下的手下了，对不对？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他 fire 掉，或你什么时候他怎么对你讲话。那因此，我是觉得在这个体制里面，你虽然是说你要找人来做结构性的改革，或者要去这个 fire 一些人，但是你要找一些还是可以罩得住。可是呢，川普就是想。根本这都不是他的重点，他觉得他一个人就罩得住，他根本不在乎你罩得住罩不住，你就是去做执行我的这个意志，其实就是我在做国防部长，就是我在做各个这个层面。那目前看起来，好多层面这个所用到的这些人呢，真的是如此。大概也许我们看看他这个财经方面是不是会稍微资深一点。财经的部分我们再放一边啊。如果是按照现在，他要去颠覆军方，他要去颠覆司法部门啊，他要去颠覆政府机构里头的很多部门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刚刚杨老师，你觉得说他们可能都撑不了太久。那么我的观察点是说，在川普1.0的时候，是他跟很多的部长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对啊，我要颠覆你们，可是你们不让我颠覆。但是现在变成他任命的小川普们去跟那个机构
里面的这一些建制派，然后去互斗。对，现在的情况变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他的一个思维。所以他自己跟部长没有问题。因为他的第一任他 enough 受够了。也就是说他觉得你们找这些大家推荐来，然后也许这个跟我政治态度上接近，但是呢，这些人来都觉得我不懂，来教育我，来指导我，对，来告诉我怎么做。但我告诉你，谁选上了？是我选上了。结果你们在执行的都被我的想法都被你们七折八扣，哦，然后呢，最后就把你们给 fire 掉。我记得那个 Tillerson 就是他的第一任国务卿，对，这个能源大亨，对不对？可是呢，他是在 X 上面，就那个时候 Twitter 被 fire 掉的，对，那很凄惨的，对。所以我觉得他第一任他是受够了，他觉得第二任，而且这个选举的结果312比226，普选票赢了500多万，7个摇摆州都赢，众议院、参议院全胜，还有什么司法院的大法官多数，好，对。但你觉得他即便这样子大权在握，他要透过小川普们去颠覆，你觉得不会成功吗？会成功，但是呢，那个机制的反弹的力量会开始出来。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也许1年、1年半我们再来看吧，会有一定的这个绩效。那毕竟权力是在川普的手上，他们是川普的权力的执行者，那这个很清楚。但是呢，那个机构的反弹的力量，这个 establishment 这美国的他们把它叫做建制，就基本上就是 establishment， 那个在这边呢已经是200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那这个 establishment 不是只有官僚，对，有一些官僚的进出的学界、智库，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媒体，然后呢，议员。那最重要的是，它背后有华尔街、军工、现在科技的这些力量在支持着。那如果你现在只是一个你的意志要去执行，结果可能碰到一些反弹，就看你执行的手腕了哈。但看起来有一些，至少这个国防部长他的这个手腕看起来不是很熟练的样子。好，所以郑亮，你怎么去观察在美国内部所带动的龙卷风？这真的是一场龙卷风。川普是希望要颠覆的，要带着一群人来一起颠覆那个体制。可是那个体制会根深蒂固在那个地方，当然有它的道理。他们这种直接的冲突对抗，对美国内部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剧烈冲击？川普第一任这个4年用了6个国家安全顾问，4个国防部长，4个国务卿，拜登都各只有1个，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出，而且他在第一任就得到教训，碰到那种资深很有威望的马蒂斯，对，就注定跟他吵架，对不对？国防部长，那碰到那种学问很好的智库来的 John Bolton， 把他骂得更惨，注定吵架。最听话的是谁 ？Pompeo。对。最听话的是欧布莱恩。对。这2个人做最久。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用人而且他还故意用有2个特征的啦。第一个就是有瑕疵的，所以你就更听我的。我跟你讲，这个是帝王术啦。对，如果你不忠心于我的话，我一旦 fire 你，这世界都没有人要用你。You are lasting，就跟陈世凯一样嘛。那现在用陈世凯就是俯首帖耳，使命必达。那第二个是他用体制外的。补充一下，陈世凯是现在的赖清德的交通部长。我知道，对，就是说，就是用这样的人有瑕疵的比如说我昨天把那个国防部长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影片，寄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是美国专家外交专家他就跟我说，这个就好比用李正皓当国防部长以台湾的比喻，他敢杀啦，他敢杀，他会得到川普的照顾嘛，那他当然敢杀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跟川普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他这个国防部长主要的任务，我认为有3个啦。坦白讲，都跟那个2场战争无关，跟对抗中国、俄罗斯也都无关第一个就是把觉醒派的军官干掉，对，就是把民主党带进来的性别认同那些东西都除掉第二个，因为移民的部分，国土安全部跟移民部那个官长2个人也是狠人
他已经设了一个目标，一年要驱逐100万人。对，那请问暂时拘留的地方在哪里？军事基地。对，然后谁来负责管理？国民兵啊，对，都要国防部长嘛，那还有第三个，马斯克不是去搞了一个政府效率提升委员会吗？马斯克说，美国政府的预算6兆啊，他也是说话跟川普一样吹牛的啦。他说可以砍2兆啊，那我跟你讲，国防预算8500亿，国防预算先砍1000亿，也是国防部长。没错，没错。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会用这种人？那司法部也是一样啊，因为司法部这个人就是来报仇的啊，帮川普报仇啊。那你如果是政界太熟，你杀不下去了。对，有关系。那这个人连麦卡锡都敢杀，裴洛西算什么？当初共和党呢很短命的那一位众议院的议长，是啊，之所以下台，就是这一位盖茨，就麦卡锡啊。对啊，他就发动了之后要去就是罢免这个麦卡锡，是嘛？麦卡锡就下台。那你想一想啊，他党内都敢杀，党外怎么不敢杀？党外杀还会得分呢。对。哦，那我们假设大概拜登现在跟川普已经变好了啦啊，他大概儿子比较危险啊，拜登大概 safe 啊。哦，所以你觉得拜登立刻邀请川普来白宫，就是向川普示好吗？当然啦，2个都老政客啊，让川普不要再追究他的案子了。这个就是说你们都没有搞过政治，都比较善良，你知道？拜登在贺锦丽落选的时候笑颜逐开啊！天哪！我跟你讲，后来大家爆了一些内幕了，说事实上奥巴马希望那个太空人出来选，对，佩洛西希望 Shapiro 出来选，对，就宾州州长。结果拜登就是硬要贺锦丽啊。对，那拜登到最后那个礼拜，你认为他在干嘛？他在忙着绑住贺锦丽，让贺锦丽丢不掉他。对啊，所以川普的大助选员嘛，所以为什么川普愿意去白宫？那个光是那个存在现身就是一种感谢了。哦，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没事了啊。那至于贺锦丽，这个叫重放非法移民入境，有没有渎职问题？希拉蕊 email 的事件，什么泄露国家机密那个奥巴马，奥巴马就是直接那个川普就认为他是叛国了佩洛西老公内线交易，对嘛？然后参谋长密利，密利被背叛长官的指示，FB 的祖克伯，你说这些人谁敢杀啊？要得罪多少人？当然就只有这种愣头青才敢杀，就是司法部长嘛，有贩毒记录，杀过麦卡锡，你做过就罢免过麦卡锡，还罢免过麦卡锡，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实际上都是权术的运用啦，就是我要找一个敢冲敢杀的，然后完全需要我的人来接杀人的刀啦。Tom Homan 移民官啊，然后这个国防部长，然后这个司法部长都是这种人，所以我认为第1年美国就是在内战边缘，因为你去想一想，驱逐非法移民，你1年如果100万那因为非法移民它优先要设定2种人嘛，一种是 Chinese，大概有8万人，一种就是 Latino 嘛没有去碰黑人跟白人所以他民调会冲高那可是这些人都集中在某些社区嘛，他是直接授权不用经过检疫法院认定就可以拘留。你想想那些人不会买枪吗？要保护自己啊，而且他们也会结群结党啊。对，在社区里头形成联盟关系。是啊，一定会这样嘛。那你真的要进去冲的时候，你想想会有多少治安事件？所以一定要派军队啊。就国民兵要，一开始不是国民兵啊，一定是。为什么是国土安全部也要找这个杀过狗的女州长来因为国土安全部的常设的人员有25万人。哇！所以把国土安全部弄进来协助驱逐非法移民是有道理的。我先用这个来协助，不够再用国民兵。